是中央车站的2层。今天准备坐火车去马来西亚的槟城，来到了中央车站坐火车。这个火车票，我怕当天买不到火车票，提前1天买的。 B， 这是2层。找一找候车室。提前1小时就到了车站，先吃一个早中饭。早餐。火车是11点10分发车。长油条。看到了油条，又追加了1根。吃完饭来到了候车厅。这应该是 Gate B 吧。休息。火车售票、候车都在2楼。现在候车没去槟城。坐火车去槟城，要在北海站下车。这次选择坐火车去槟城，主要是考虑比较方便、舒服。从价格来说，其实和坐飞机差不多，都是100多人民币。这趟火车是快速列车，非常准时。现在准备上火车了。这个火车票是82马币，大概人民币130吧。现在出发，前往槟城。槟城实际上是槟城州，并不是一个城市，是马来西亚13个州之一。州首府是乔治市。我这次主要就是去的乔治市，是个港口城市，一个老城。这是马来西亚的铁路图。从吉隆坡中央车站走到这儿下车。这个当地叫北海站船，从这儿坐船过去。火车开了4个小时，到达了北海站。这个北海站就设在码头，所以出了站就可以到码头。沿着坐船的小路标往前走5分钟，就可以到达码头坐船的地方。都是这样无障碍的快速通道，所以不用担心自己的行李比较重。到了码头入口，直接买票，需要准备硬币，不过没有硬币它也可以换。这个船票非常的便宜，只有1块多，自助扫码进入码头。这个码头就是往来于槟城的北海和乔治市之间的一个交通码头。这个船次非常的频繁，现在开始上船。就是这样的快船，都可以看到对面的岛，这个距离也就3公里。去这个岛其实除了坐火车、飞机，坐大巴也非常方便，直接到小岛，因为有大桥。而且从吉隆坡坐大巴到这个地方特别便宜，相比火车也不用坐船了，就是时间比火车长一点儿。这个船也就开了10分钟左右，就到达了对岸。对岸就是槟州府的首府乔治市，但很多游客通常直接把这里叫做槟城或者槟岛。槟岛也是马来西亚的第2大城市，这里的经济非常繁荣，而且古迹众多。2008年这里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古城区到处都是古迹，虽然看着有些破烂，但是一直保留下来。现在到达了乔治市的码头。槟城号称是美食之城，这里有太多的美食了，而且槟城还被评为世界10大宜居城市，它也是亚洲唯一上榜的城市。现在下船登上了槟岛，回头望，这就是码头。我原计划过2天会从这个码头直接坐船去兰卡威的。码头的大楼，先去看一看去兰卡威的船票，旁边就是卖票的地方。不过是个坏消息。现在这个去兰卡威的船停了。麻烦了。
本来从宾岛到兰卡威坐这里的快船是最方便的，又便宜又快捷。但已经停航很久了，现在还没有开放，所以还要改变计划。我订的酒店离这个码头实际上只有1公里，但是拖个大箱子还是叫了出租车。现在到了槟城，打一个网约车。其实，在码头有一辆免费的巴士，可以直接开到市中心的光大广场，但我到那里去酒店还要走1公里，所以不如直接打个车了。在这里叫车最好还是选用当地的打车软件，又方便又便宜，而且还可以选择用现金支付，不用绑卡也可以选择用现金支付。现在坐车前往酒店，其实如果我背个包我就走过去了。打车软件叫车是8块钱马币，感觉应该是个起步价。这一片都是老城区，正好可以看一看景色。前面就到了我订的酒店。槟城当地还是比较富裕的，所以这里的酒店也不算便宜。我选择了马来西亚酒店，在曼谷也住过一家马来西亚酒店。酒店布置的也很有中国节日的气氛。中间就是一个标间儿，空间还算比较大。是个标间儿。猜一猜房间多少钱？窗外可以看到的风景。这房间290。我是在国内网站订的，290人民币。现在下午4点多了，有点饿了，准备出去先吃点东西。我住的地方也都算是老城区，所以去老城区转都不用打车，溜达就可以。有白色建筑。槟城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在中国的感觉，因为到处都是中文，很多人都说着中国话。因为这里的华人比例是非常高的，中国人来这里的历史也非常久远。这边的房子也都是老房子，老城区里的街道也很有感觉。槟城很多的美食都在这些街巷之中。现在差不多是5点钟，感觉很多餐馆也没有开门，有可能是人家春节自己放假了。但找到餐馆和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，主要是想找一找美食美味。这样小的美食中心在槟城也是非常多，但最好还是找一些老字号。感觉这里非常热闹。我其实这次在槟城主要是来吃美食的，很想住在这样的老街里。这边已经有不少摊位了，对面已经排上队了。排队的摊位餐馆吃起来肯定不错。这还没到饭点就排队，一定很香。一看这个摊位就是我爱吃的。这家是几代人一直做的美食，看看菜单上就非常有食欲，而且价格不贵。13。再来一个干捞果片。这个图片是不是看着很有食欲？幸好排队的人不是特别多。闻着是真香，这个就是给我的了。19块，什么蓝包？
我要了2份这是我的吗，19。我能坐那里头吃吗？我要不2个。我天哪，那个香哎！这一大份儿，我这一个小吃就饱了。有些人可能觉得颜色比较重，但并不是很咸。这是来槟城吃的第1顿餐，我真是饿了。就坐在街头吃了。单点了一盘算是卤肉吧。这个还有摆摊的，基本都是华人后代，几代人，都是传承了几十年、上百年。这里的美食都是几代传人传承下来的，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。我在27号下午也会做一场直播，介绍一下槟城的文化和美食。再来一碗糖水，这糖水里有好多东西。最后再来上旁边这家的祖传的糖水，有4、5种，这一碗也是1块5，都是他们祖传的配料。打算在这条街上找一家民宿，这样吃美食比较方便。这条街非常热，这条街就是老街。到这条街上逛一逛，去找一家民宿，然后明天搬过来。路口就有一家我之前查过的民宿，不过昨天晚上订的时候满房了。就在这条街。如果明天这里有房，就打算搬过来住，吃美食很方便。出门就是我吃的天皇卤味儿。接下来去逛一逛这个槟城。谢谢大家关注我每次的直播。